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基特和埃斯特是世界级贫困专家。为了弄清楚人为什么会陷入贫穷，以及如何摆脱贫穷，他们用15年的时间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。结果发现，人之所以穷，往往是因为掉入了一个又一个的贫穷陷阱中。更残忍的是，这些贫穷陷阱几乎是被设计好的。1. 垃圾桶陷阱。你以为穷人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？不，他们往往比普通人花钱还要大手大脚。阿比基特讲述了帕克的故事。帕克是印尼的一位农民，他身体虚弱，无法工作赚钱，常年处于赤贫状态。但当阿比基特来到帕克家时，却出乎意料地发现，他的家里摆满了各种物品，电视机、DVD、移动电话以及茶叶、咖啡和糖。这些昂贵的生活用品和他窘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贫民窟里，像帕克这样的人并不鲜见。为了买一台62英寸的电视，他们冒着拖欠房租被扫地出门的风险。为了吃一顿美味的龙虾，他们宁愿在之后的29天里天天吃泡面。为了一瓶除皱面霜，他们可以忍受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欠缴燃气费被停掉供暖。无论怎么劝说，穷人们还是一有点钱就跑去购物。无法控制自己享乐的欲望，缺乏延迟满足的定力，于是他们掉进了生产者设计的圈套里。前段时间520，商场赚得盆满钵满，花店忙得不亦乐乎，可节日刚过，垃圾桶里却堆满了被丢弃的礼物、鲜花、玩偶、口红、香水。生活中，这样的垃圾桶陷阱无处不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无论什么节日都被商家营销成购物节，刷会短视频的功夫就不知不觉下单了好几件商品，本想着趁双11捡个漏，却在凑单的时候又多加购了几件计划之外的东西。制造消费者，消费主义全球史中有一个观点，消费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。资本最擅长3件事： 1. 凭空制造需求； 2. 用消费品划分社会层级结构； 3. 设法加快你的消耗速度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欠自己的一场旅行，一辈子一次的奢侈婚礼。生产者在想方设法掏空你的钱包，当你跟风消费、疯狂剁手而不自知的时候，就是你走向贫穷的开始。2. 奶头乐陷阱。20世纪90年代，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竞争的加剧，美国贫富差距、阶层分化成为主要矛盾。如何让底层穷人安分守己？时任美国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奶头乐理论。他认为可以给80%的社会边缘者一个奶头。这个奶头可以是发泄型娱乐，比如色情产业、游戏，也可以是大众娱乐，比如肥皂剧、八卦节目等。只要像喂婴儿奶嘴一样，为穷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快乐，他们就会沉浸其中不可自拔，永远自困于底层。回想一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在图书馆没学习一会就心痒难耐，忍不住拿出手机打了2把游戏。刚着手工作没一会就被推送的短视频吸引，一不留神刷了1个小时。不知不觉间，你的注意力被瓜分，你的时间被偷走，而时间和注意力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值钱的东西。关于奶头乐陷阱的详细分析，我之前已经制作了一期独立视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了解更多。陈霄汉出身农村，靠自己的努力考到了上海的一所985院校。按说有这样的学历托底，他未来怎样也不会过得太差。但他的命运在进入大学之后发生了巨变。当时他有个室友喜欢在宿舍玩游戏机，陈霄汉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些东西，于是在室友的怂恿下玩了2把。短短2把游戏，让他体验到虚拟世界杀戮的刺激和快感。从此之后，他一头扎进网游中，荒废了学业，欠下几10万的外债。多年以后，他懊悔道：废掉一个人的所有事物当中，最可怕的其实不是贫穷本身，而是那些让人无法察觉的诱惑。
它会缓慢侵蚀你的思想，蚕食掉你有价值的东西，最后把你完全颠覆，成为一个废人。多巴胺上头，垃圾快乐上瘾，于是你掉进了富人设计的奶头乐陷阱中。而当穷人越来越沉溺于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时，富人正一点点从网络生活中抽离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苹果之父乔布斯会限制孩子在家中使用科技产品，游戏设计师对魔兽世界也避之不及，很多硅谷巨头下了班压根不靠近电子设备。心理学家亚当·奥尔特曾直言不讳道，生产高科技产品的人仿佛遵守着毒品交易的头号规则，自己绝不能上瘾。因为处于社会顶层的他们比谁都明白，陷入短期快乐之中的结果只有一个：娱乐致死。3. 老鼠赛道陷阱。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上，住着一个爱好写作的年轻人。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，每天笔耕不辍，但小说的销量却差强人意。他去教堂问神父，为什么我夜以继日地写作，但是作品却没有任何进步呢？神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，你早上都在做些什么？我在写小说。神父又问，那么上午呢？他答道，也在写小说。神父继续问，下午呢？听到这话，年轻人有点不耐烦，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余时间都在写小说。那你什么时候在思考呢？这个年轻人的状态就像这只老鼠，为了吃到头顶那块奶酪，老鼠拼命跑，然而结果却是一直在原地打转，忙死累死也吃不到头顶的奶酪。关于老鼠赛跑陷阱的详细分析，我之前已经制作了一期独立视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了解更多。日复一日重复的忙碌，就像在这样的老鼠赛道里无限循环，陷入越穷越忙，越忙越穷的怪圈。听过这样一句扎心的话，如果单纯忙碌有用，那如今的首富只会是一头拉磨的驴。工作中让你更值钱的，不是忙碌的程度，而是思考的深度。作家李尚龙曾在新东方当老师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向排课的领导申请周末晚上不上课，即使这意味着他每个月收入会减少4-5千。别的同事周末忙着上课挣钱，他待在家里看书、看电影、思考、写作。后来教培行业落寞，那些同事要么失业，要么转行，而他提早为自己谋划了新的方向，开公司、写书，年入100万。他在忙，但不要穷忙一文中总结说，无论多忙，都要给自己一些空余的时间，这些时间要给自己放空，思考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，有没有更棒的路。一直低头赶路，忘记抬头看天，就容易掉进贫穷的深坑。一个囿于杂物而懒于思考的人，注定会陷入平庸的困境。学习新的知识，提升自己的技能，做出长远的职业规划，摆脱低质量的勤奋，养成思考的习惯，才是你人生破局的关键所在。4. 肖申克陷阱。最近重温经典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对老布的命运很是感慨。这部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和坚持的动人故事，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人性困境。老布，这位监狱里的图书管理员，在肖申克服刑了50多年。他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，推着书车在监狱里走几圈，记录借书人的名字。这份工作轻松安逸，让老布感到满足，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然而，这种满足感恰恰成了束缚老布的无形枷锁。他把这份工作视为专职，从未想过离开，直到那个被假释出狱的日子来临。这一刻，老布才意识到，他已经深深陷入了肖申克陷阱。
出狱后的世界对老布而言是如此陌生而可怕。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让他惊慌失措，高耸入云的建筑让他倍感窒息。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，对于习惯了监狱生活的老布来说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被分配到超市工作后，老布的处境更加艰难。他衰老迟缓的行动总是引来顾客的投诉和指责。生活在高压状态之下，他甚至连觉都睡不安稳。每天活在恐惧之中的老布，最终在1年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人安于监狱而死于自由，这就是所谓的肖申克陷阱的真实写照。这个陷阱不仅存在于电影中，更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。电影中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刚入狱的时候，你痛恨周围的高墙，慢慢的，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，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这句话道出了肖申克陷阱的本质。我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舒适区所束缚，最终失去面对变化和挑战的能力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监狱无处不在。它可能是那份安稳到让你失去进取心的铁饭碗，也可能是那个可靠到让你逐渐麻痹的看家本领。日子久了，你安之若素，甘之如饴，享受着这种安逸和舒适。但是，一旦发生一点小小的变故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像一只弱鸡，在黑天鹅世界面前毫无抵抗力。这种情况下，曾经让你感到安全的高墙，反而成了束缚你的牢笼。古语有言：变则通，不变则庸；变则兴，不变则衰；变则生，不变则亡。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变化的重要性。只有不断变化，我们才能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，才能在各种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肖申克陷阱的存在，要主动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勇于接受新的挑战，不断学习新的技能，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摆脱画地为牢的窘境，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。记住 ，comfort zone 舒适区的另一面就是 danger zone 危险区。当我们过于依赖某种安逸的生活状态时，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应对变化的能力。所以，让我们保持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，勇于尝试新事物，不断挑战自我。如果你感到自己正陷入某种肖申克陷阱，不妨尝试着走出去看看。也许外面的世界会让你感到不适应，甚至恐惧，但请相信，这种不适应和恐惧正是成长的开始。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，每一次的改变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让我们来看看波士顿大学的这项研究。波士顿大学曾做过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实验。这个实验的设计简单而巧妙，却揭示了人类行为改变的一个重要原理。实验员要求受试者将闹钟调到6点，但将受试者分为2组。第一组被要求把闹钟放在书桌上，而第二组则被指示将闹钟放在床头。这个看似微小的差异，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。2周后，实验结果令人惊讶，第一组大部分人都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而第二组的平均起床时间几乎没有改变。这个结果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：当闹铃响起时，人们会本能地关掉闹钟，继续睡懒觉。但如果闹钟放在较远的地方，人就必须离开舒服的被窝，这个动作本身就足以打破惯性，让人更容易开始一天的新生活。这个实验结果与肖申克陷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它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：沉溺于舒适不会给人带来任何成长。不打破舒适圈，我们就永远会止步不前。虽然改变的过程可能伴随着不适，但只要迈出那关键的一步，我们就能不断更新自己，拥抱更好的自己。这个实验还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改变并不需要巨大的意志力或激烈的行动。相反，通过巧妙的设置环境，我们可以让改变变得更加容易。这就像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小小的绊脚石，迫使我们离开舒适区，开始新的尝试。然而，
仅仅依靠外部环境的改变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培养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习惯。正如曾国藩所说，100种弊病皆从懒生，懒惰可以说是阻碍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最大敌人。一个人不怕没有天赋，不怕没有出路，也不怕没有贵人，更不怕没有资源，只怕自己懒。因为当一个人懒惰成性的时候，谁也帮助不了他，谁也无法将他扶起来。这就像是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肖申克陷阱，将自己困在了一个狭小的世界里。曾国藩还说，家败离不得个奢字，人败离不得个义字，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。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懒惰对人生的负面影响。任何时候，如果一个人习惯了懒惰的状态，平日里喜欢无所事事，吊儿郎当，那么不用多久习惯成自然，然后也就无法让自己主动去成长，更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。结果就是人生过得越来越迷茫，甚至是越来越焦虑和痛苦。可是即便是在这种状态下，很多人也无法找到自己活得如此痛苦的原因。就算是明白了一些道理，可他们还是无法改变自己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改变自己的懒惰，让自己重新振作，或者让自己做着一些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甚至是没有立竿见影的收获，内心就会打退堂鼓，甚至开始反感、抵触、害怕面对失败。作家马卡连科说，懒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懒，你就输了，一直懒，人生就完了。一个人越懒，就越得不到成长。就像一个人如果没有从外面汲取能量，总是不断的自我消耗，不用多久，自己就会精疲力尽，充满失望，感到痛苦，甚至是绝望。其实，人一旦习惯了懒惰，就好像向自己的人生借款一样，越借越多，直到有一天再也偿还不起。正如画家徐悲鸿所说，懒惰是所价极高的奢侈品，一旦到期倾付，必定偿还不起。因此，及时戒掉懒惰的习惯，你才能远离陷入贫穷的困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控制自己，掌控人生。除了克服懒惰，我们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格局。刘润在《底层逻辑》一书中，富有逻辑地分析了人的3种心态：鸡的心态，你一定要输；雀的心态，我一定要赢；以及鹰的心态，我们要一起赢。只有拥有第3种心态的人，才算得上真正的目光高远，眼界开阔，格局远大。他们甘愿做绿叶，也愿意牺牲自己来顾全大局。最终，这样的人不仅赢得了人气，赢得了人心，也赢得了人生。相反，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，其实是在拒绝成长，将自己的心力、心气给白白消耗。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属于那种目光短浅的人，心智浅薄，为人幼稚。最终自己越来越不追求上进，反而喜欢将别人都拖下水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喜欢给人穿小鞋。一个人只有真正远离底层思维，不做浅薄之事，不做目光短浅的事，才能一步步地挖掘出自身潜能，全心全意打磨自己，一心一意提升自己，心无旁骛修炼自己。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，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坚持。就像雕刻一件精美的艺术品，我们需要用心打磨自己的每一个方面，这包括知识的积累、技能的提升、心智的成长以及品格的塑造。只有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我提升，我们才能逐渐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眼界变得越来越开阔，曾经看不到的机会和可能性，现在变得清晰可见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加深刻，对人生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豁达。这种转变不仅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机会，走向成功，还能让我们在成功的道路上不忘初心，懂得成全他人。真正有格局的人，其实都会比别人看得更远，想得更周到，做得也更深得人心。他们从来不会将一时的得失影响自己的心情，也不会轻易让别人干扰了自己的心智，而是始终让自己站在更全面的、更高处的境界来对待一切。这种远见卓识让他们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，也让他们的行为更加深得人心。
他们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沮丧，也不会被短暂的成功冲昏头脑。相反，他们始终保持冷静和理智，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和应对一切。正如作家何全峰所说，气度变大，抱怨就变少，胸襟变宽，路就变广，格局够大，问题就消失不见。当我们的心胸变得开阔，我们就不再被琐碎的烦恼所困扰。当我们的格局变大，曾经看似无法克服的问题也变得微不足道。这种心境的转变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远离贫穷的思维和习惯，还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我们会发现自己走得更远，爬得更高，活得更强。我们不再被狭隘的眼界所限制，而是能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自己的才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贫穷并非命中注定，它更像是一种心理状态，一种思维方式的结果。没有人天生就注定要过贫穷的生活，除非他自己选择如此。当我们主动跳出贫穷的陷阱，摆脱那些限制我们发展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时，我们就为自己的富足和自由铺平了道路。这个过程可能并不轻松，就像波士顿大学实验中的第一组受试者一样，我们可能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，经历一些不适。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和坚持，最终会带来巨大的转变。每一个克服懒惰的清晨，每一个坚持学习的夜晚，每一次克服困难的尝试，都在为我们的未来累积能量。记住，改变始于心智，成功源于行动。当我们开始转变思维方式，扩大格局，并付诸实践时，我们就已经开始了通往成功和富足的旅程。这个过程可能充满挑战，但也充满了机遇和可能性。每一步的进步都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愿你我都能远离底层思维，拥抱更宽广的格局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越活越精彩，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